为什么海马是由雄性负责生育后代？难道雄性海马可以产下卵子吗？在自然界中，绝大部分生物的生殖繁衍工作都是由雌性进行的，但是有一种生活在海洋中的动物，却是由雄性来繁衍后代的，它们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海马。虽然这种动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常见，但是却总能听说它们的故事。那么由雄性繁衍后代，这个事情是真的吗？事实上，海马的生殖任务确实是由雄性来完成的。它们的肚子上有一个育儿袋，在交配完成后，它们的受精卵会停留在这个育儿袋中，直至孵化出来。那么在交配的过程中，究竟是谁会产生卵子呢？其实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是由雌性生物产生卵子，只不过雌性海马可以将自己的卵子放入雄性的育儿袋中，在其中可以完成卵子的受精过程，而且它们每次可以产出1000多个卵子，只不过能够在出生后活下去的幼崽却很少。可是为什么海马会选择让雄性来完成繁衍任务呢？其实这是因为海马在自己的生存空间内，并没有能够有效防身的手段，它们体型较小，而且游动的速度非常慢，所以非常容易遇到危险。并且雌性海马在产卵的过程中已经耗费了非常多的精力，为了能够让配偶保留体力，雄性海马就接过了繁育的任务。由于海马的幼崽成活率太低，它们不得不在生殖完后的短时间内进行2次繁育。体型如此渺小的海马是如何在充满危险的海洋中生存下去的？事实上，虽然海马的速度非常慢，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海马都可以通过模拟周围的环境来将自己的身体隐藏起来，从而达到躲避天敌的目的。尽管速度是它们的劣势，但是却没有影响它们的捕食能力。在海洋中生存着的桡足生物成为了海马的首选猎物。虽然它们的速度非常慢，但是独特的身体构造很难让桡足生物发现，从而可以达到将近90%的成功率。因此，海马也被誉为海洋中的捕猎高手。既然海马的生存如此不易，那么它们是不是一夫一妻的交配制度呢？按理来说，一夫一妻的交配制度确实可以很大程度地保证海马的繁衍。但是却有一部分雄性海马会同时与多头海马进行交配，在成功怀孕以后，为了能够与其他海马再次交配，它们还会出现停止向育儿袋中输送营养的行为，试图达到流产的目的。只有一小部分的海马可以严格遵守一夫一妻的交配制度，而且在求偶阶段，2只海马会互相模仿彼此的行为，甚至连游泳速度都会变得一致。生活在海洋中的大部分鱼类繁衍后代都是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进行的。那么海马为什么可以体内受精呢？难道它们不是鱼类吗？其实海马只是长得与其他鱼类不同，它们确实是实打实的鱼类。经过相关人员对海马的研究，发现雄性海马为了能够完成繁育，它们牺牲掉了自身的一些免疫功能，使得它们的育儿袋并不会排斥卵子的存在，因此才能够成功的拥有怀孕的能力。如此看来，雄性海马为了后代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么海马的繁育方式是否可以运用到人类的身上呢？其实，在科学家们对海马的研究中发现，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到的人类的身上，很有可能能够做到让男性生孩子的设想。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能够拥有这项技术，所以也就没有男性生孩子的先例。除了独特的繁育方式，海马的身体构造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灵感。例如，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海马尾巴的原理，制造出了更加牢固的机械臂，在多个方面都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不仅如此，海马本身的经济价值也是非常高的。作为一种名贵的中药，它们的价格已经卖到了7000元1斤，所以有很多人为了能够赚取利益，开始肆意的捕捞海马，严重影响了它们的生存现状。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海马种类都被列为了保护动物。那么，人工养殖海马是否可以避免野生海马被过度捕捞呢？事实上，我国中科院已经成功研究出了海马的人工繁育手段，但是如果想要开展大规模的养殖，还存在着许多困难。目前对海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所以能够成功养殖海马的企业非常少，所以对于市场上的需求，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完全满足。但是相信随着继续深入的研究，迟早有一天可以完美解决海马的养殖问题。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